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语文教育。在上期节目，我们一起总结和分析了中国语文课文的某种深刻的共性，那就是它客观上鼓励一种对儿童状态的怀念，怀念父母，怀念大自然，怀念乡土社会，也就是回归母胎，回归那个单纯、天真、朴素的状态。语文课本的这种组织原则，实际上隐含着对家庭权威的推崇，对大自然、对集体主义和乡土社会的那种纯真、淳朴的向往，同时还有对城市和现代文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个体意识觉醒的锯齿。虽然它看起来诉诸了人类的某种自然的、真实的情感，但仔细想想又是非常奇怪的。比如，语文课文和古诗词总是教育学生要热爱乡土、热爱故乡，并暗示思乡之情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一种崇高的情感。然而，中国古人的思乡之情是根植于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中的。比如在传统中国，一个文人要进入仕途，往往需要他的宗族提供经济、人脉上的支持。宗族不仅为他提供学习条件，还要在他们成名后分享荣耀，他也要提携宗族中的后辈。因此，他们与家乡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一种思乡和怀旧之情，而是绑定了巨大的现实利益的。在家国一体的体制下，他也不可能与其他人建立比宗族更紧密的关系。即使在外做官，宗族仍然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核心。一旦他们在官场中遭受排挤和打击，也只有家乡能为他提供某种庇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思乡之情是与皇权制度和宗族体系紧密相关的，并不是某种人类共通的情感。比如在欧洲历史上，现代精神的觉醒就是建立在个体想要逃离乡土社会集体主义的束缚和枷锁，而能够提供这种自由的地方只有城市。城市不仅提供了更高的收入和机遇，还提供了相对开放和流动性的社会规范。在当代中国也是如此，许多学生从来没有生活在乡土社会，却被要求要热爱和思念一个自己没有任何体验的东西，还要把这种东西视为自己的本质。这其实才是这种情感教育背后最扭曲、最不自然的东西。它表面上是教育学生去怀念童年和母胎，但它又不是个体真正经历的童年，而是被意识形态过滤后的那个模板化的、理想化的童年。因此，我们在上一期视频里才说到，中国教育是在有意无意地鼓励某种人格不成熟的状态，也就是鼓励退行。退行 regression 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人在面临压力、焦虑或无法应对复杂问题时，会回到较为原始、简单或低级的行为或思维状态，比如回归到童年的依赖性、单纯性，以寻求安全感，或者试图通过简单化或理想化的方式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进一步挖掘这种鼓励退行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之所以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是因为在中国，许多人的确深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困扰，也就是用某种儿童化的标准来审视自己。比如会认为自己追求独立、自由，追求建立自己的边界感，是一种忘本的表现。再比如认为自己的痛苦都是因为太执着于自我，内心太复杂，想法太多，只要去除杂念，消灭欲望，就能心平气和，不烦恼不焦虑了。再比如，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落叶归根才是人生最终的归宿。一个人在外面不论有多大的成就，如果不能待在父母身边，或者不能荣耀乡里，不能找到自己的根，那么他的人生就是毫无意义的，他的精神一直处于漂泊无依的状态的。这里就隐含了一个意思，生你养你的家族和家乡是拥有对你的灵魂的审判权的，人只有回到了根，回到了母胎的怀抱，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宁。中国文化里有大量关于寻根的故事、意象和俗语，比如唐代《坝上秋居》里有这样一句诗：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就是说，作者一个人到了异乡，就又是孤独，又是寒冷，又是寂寞的，似乎一回到家乡，就什么心理问题都好了。再比如，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语：儿行千里母担忧，也是说孩子不论走多远，都与母亲和家乡之间存在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这也暗含了这样一种压力：一个人追求自由，是会让母亲焦虑和痛苦的。思乡
恋母、回归这些意象，在中国文化中是绝对的主流。因此，如果说西方文化是建立在个体能动性之上的，那么中国文化的各派对于人性本质的看法则从来都是静态的。比如《礼记》就有这样一句话：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性就是静的，也是无欲望的，个体的本性就是倾向于取消一切动力和活力的，一切运动都是受外界影响的结果。然而，这种看似自然的哲学又恰恰是非常压抑和不自然的，因为灵魂的自然倾向就是想要打破束缚，想要成长，想要打破一潭死水的宁静的。说到这里，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种回归母胎的文化毕竟是扎根于传统社会的，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已经解体，为什么这种对退行和返回母胎的鼓励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和冲击呢？我的看法是，随着近代以来中国日益受到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传统的儒家伦理和乡土社会的确是丧失了权威。然而，由于看不到改变社会的希望，同时也是由于对西方缺乏认识和理解，知识分子们在彷徨和焦虑之下开始病急乱投医，最终捡起了某些更加保守和倒退的东西，试图依靠这些来实现弯道超车和民族复兴。例如，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这种主张退行的文化再一次被赋予了某种现代和进步的意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主体性，这恰好吻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乡土的怀念和赞美，便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对农民和乡村产生浪漫化的幻想。正如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这样说道：都市里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上的生活几乎全是鬼的生活，乡村的生活全是人的活动。而民族主义的叙事则便于将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塑造为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并以此建构国家的合法性。比如，我们曾引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就提到，国共两党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民族主义叙事，号召民众。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都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因此，当共产党创造出帝国主义这个词时，他们确实掌握了进入年轻人头脑的钥匙。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旧有的母胎虽然丧失了，但个体也并没有从中成长起来，反而是掉入了新的母胎之中。领袖、党组织、祖国等等象征取代了传统的乡土和宗族，中国传统的那种对乡土的怀念被爱国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所取代。中国农民的那种由于压迫导致的权力意识不发达，被美化成了大公无私、革命觉悟高的表现。在这一切改变中，唯一不变的是对个体不发展的赞美。因此，虽然20世纪的中国意识形态经常冠以革命和进步的名义，但它的内核恰恰是相当保守和传统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左翼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一种深刻的恋母情结和分离焦虑，也可以视为一种文化性的退行。伴随着革命的胜利，他们的这种精神气质就逐渐成为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和显学。通过政治和教育体制的灌输，这种气质成功地传承到了今天，体现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语文教育。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追溯。这里我们先以闻一多为例。作为著名的爱国作家，闻一多的爱国情怀和个人经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们在9月29日的那期讲爱国主义和色情的视频里，就曾经提到闻一多的妻子之歌。在这7首诗歌里，闻一多用了拟人化的手法，将香港、澳门、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岛、旅顺和大连这7个中国在近代失去的领土，比作祖国母亲被夺走的7个孩子。这里显然是诉诸一种孤儿对母亲的依恋和怀念之情，来唤起中国人的爱国情感和对西方的仇恨。这里有必要聊聊闻一多的经历。闻一多在1922年到1925年于美国留学，留学生出现适应不良的情况并不少见，但闻一多在留学期间的悲观、消极和负面的情绪，以及对祖国的怀念和想象，似乎到了某种不太正常的地步。
他刚在芝加哥住了1个星期，就表示厌恶这里的生活。他自己不能适应新环境，看见其他中国学生适应美国适应得太好，就训斥他们，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他形容自己如同一个囚犯，流亡在美国。他在诗歌中曾以孤雁和孤魂自比，这个孤雁流落到水国的绝塞，气诉无边的酸楚，而美国则是苍鹰的领土，苍鹰有着锐利的直爪，撕破了自然的面目，建筑起财力的窝巢。他批判美国是只有钢筋铁骨的机械，喝醉了弱者的鲜血，吐出那罪恶的黑烟。这里不仅有一种对祖国的分离焦虑，也带有明确的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厌恶，暗示这些东西撕裂了大自然的美好、淳朴和善良。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赞美清华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这里努力工作的万人，并不像西方式的机械，大齿轮挽着小齿轮，全无意识的转动，全无目的地转动，但只为他们的理想工作，为他们4000年来的理想，古圣先贤的遗训，努力工作。这里同样暗示了西方人是机械的，无精神和无思想的，而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则是更加有智慧的、灵动的、精神性的。他幻想当时的清华学校能够为中国4000年文化与西方决一雌雄，他想象清华的校旗能够飘出函谷关，携着圣人的灵魂，弥漫西方，弥漫全世界。这看起来很像一个孩子对英雄胜利的幻想。他所谓的东西方决一雌雄，显得非常天真和情绪化，充满了二元对立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他对清华以及中国人的理解，也带有万人一心的乌托邦色彩，好像在他看来，中国人都是一条心的，彼此毫无分歧的，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能打败西方。他似乎完全忽视了人的复杂性，也忽视了学术发展的多样性和个体差异的重要性。最为讽刺的是，他所寄予厚望的清华学校，恰恰是他所讨厌的美国人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的，并且这所学校设立的初衷也是为了培养赴美留学的学生。他幻想清华奉行着4000年来古圣先贤的遗训，但却看不见清华的教学体系从一开始就深受西方影响。在一个高度依赖西方的学校里谈论去淹没西方，决一雌雄，这就显得非常搞笑。闻一多的心理状态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现代化时的焦虑时产生的应激反应。他们所幻想的那个淳朴、善良、万众一心的乡土中国，与现实是完全脱节的。事实上，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不仅不是平等和谐的，反而是充满了阶级矛盾、官民矛盾和宗族矛盾，大多数农民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然而，20世纪的左翼知识分子却不约而同地把乡土中国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来重建文化认同，通过诉诸某种更加极端和夸张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文化性的退行。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在11月10日的这期视频提到的艾青的故事。由于内心深处饱受孤独和寂寞感的折磨，艾青从自己对乳母的迷恋，发展出了对党、领袖和人民的迷恋，党所宣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好契合了他的投射需求，使他放弃一切思想上的抵抗力和批判性。正如我们在之前讲社会主义新人的这期视频里说的，在面对外来文明对本国文化的冲击时，知识分子们最终捡起来的是文化当中最保守和传统的那一面，并试图借此来实现对西方社会的弯道超车。而他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本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丧失了普遍的认同。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是来自于西方国家，但却是一种非主流的批判西方文化的西方文化，这刚好能迎合了东方农业国家知识分子批判西方的心理需要。于是他们几乎是很自然地将马克思主义当中弘扬自由个性的因素剔除，并将其内核偷换成本国的农民乌托邦幻想。他们企图超越世界的理想主义，不过是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幽灵的复活，把本国的文化和精神说成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新的存在。这不仅可以免去焦虑感，还可以对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批评和解决方案，
比如批判西方社会物欲横流、消费主义等等，从而为自身提供道德上的合法性。这种对弯道超车的执念和迷恋，深深地吸引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然而，建立在退行之上的文化自信，毕竟不是真正的自信。他们所塑造的那个母胎，最后也无可避免地吞噬了他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最后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